Hello，大家好，我是大家玩车的好朋友熊仔。今天呢，我们来拍这台春风的450 CLC AMT 的版本啊，也就是春风旗下目前应该是唯一的一台自动挡的摩托车啊。其实现在国内很多厂家都在造这种 AMT 的或者说 CVT 的啊这种自动挡的巡航跨骑摩托车，但是呢各家调教不一样啊。就我旗下，我感觉春风这台车应该是其中调教最运动的啊。那么具体表现怎么样呢？我们视频详细的来说。首先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车的一个静态的一个骑乘姿态。我的身高是1.78米，体重是68公斤。我会把这个车的一个相关参数放在屏幕的左下角，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我坐在上面啊，首先呢，身高方面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两只脚是完全可以着地的，而且非常放松啊。大家看这个膝盖的角度啊，没有任何的压力。然后呢，上半身啊，因为它的整个车把是向后延伸的一段的，所以呢，其实是很靠近你身体的一个姿势啊。而且这个角度你其实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身高啊，调高一点、调低一点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脚踏的位置呢，就是中间偏前一点的脚踏啊，它并不像是那种很多巡航那种很靠前的啊，那种有一点累。它这个的话就是还比较折中的一个位置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巡航车的范儿啊，这种感觉、这种氛围是有的。但是呢，其实相对来说啊，它又没有说是很靠前、很吃力啊，就是这种一个氛围拿捏的一个姿势。然后呢，像正常骑行呢，就是像这样啊，我感觉还是比较放松啊，平时通度骑行啊都还不错。而且呢，它的坐垫是比较软的，屁股坐在上面呢，其实感觉还是软乎乎的啊，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巡航车呢，很多时候还是要载人的啊，所以呢，还是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后座。这个后座的话呢，就是春风一贯的后座的硬度要比前面要硬一些啊，所以坐在上面其实感觉屁股其实相对来说没有坐在前面那么舒服。而且呢，它的整个长度啊，虽然说看起来长度很大啊，但是其实它鼓起来的，就上面你接触到的面积其实相对没有那么大。所以呢，你坐在上面会感觉你的后面尾椎骨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空的，所以你像这样啊，你的脚踏呢又比较高啊，其实坐在上面，不是很安心啊，就是会缺乏一点安全感啊。我觉得最好是掐一个后面的靠背啊，对后座的乘客会比较友好一些。然后我们大体来看一下这个车的一个造型啊，这个车其实整体外观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还是很漂亮的一个比较金轮范儿的一个巡航的一个造型啊。重点先看一下它和那个普通的就是手动换挡的版本有一些区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中间这一块啊，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地方它是就是有一个油壶，对吧？正常来说这个地方是离合器啊，除非你像杜卡迪那种是液压离合，它才会有油壶。但现在呢，它就是把刹车集成在了上面。所以呢，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它的后刹啊，然后这边呢依然是常规的前刹。那么对应的就是下面这个位置啊，你可以看见它的换挡杆就取消掉了。然后呢，后面这边啊，就是右边这一侧它的刹车啊，因为挪到了上面，所以下面的这个刹车杆也相应的做了取消。然后这个位置呢，就是整个 AMT 的一个换挡的一个机构啊。其实 AMT 本质上呢，就是一个手动挡变速箱加一个自动换挡的一个电脑来控制它，帮你换挡。所以它就不需要在原有结构上做太多的改动啊，就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就是控制变速箱换挡的一个控制器就可以了。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个位置啊，大家看一下，它的上面这块啊，这块操作没有变化，是这个地方，有两个像糖豆按钮一样的啊，一个是 D， 一个是 M。一个是 S 啊，这个 DM 就是控制它自动和手动切换 ，D 就是自动 ，M 就是手动 ，S 的话就是和 D 一样，它都是自动挡，但是 S 它是 Sport 的运动模式，所以它的整个换挡逻辑上会有一些区别。这边呢就是你的加减档啊，就是手动模式下啊，你拨这个就减档，那么你拨前面啊这个地方它就会加档了啊，这个应该是驻车器啊，这个它应该就是锁死你的后刹。锁死后刹之后呢，你停在像有坡道的地方啊，它就不容易溜车了。这些呢，就是这个车主要相对于它的普通版本的一个区别啊。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就是接触450 CLC 这个车型啊，所以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大体的拍一下它的整个外观和那个细部的配置啊。首先呢，就是整个前面的大灯啊，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复古格调的大灯，因为它里面是做的这种很多 LED 啊、透镜啊这种的啊，其实看起来啊还是很有这种科技的精致感的。然后左右两边的这个转向灯啊，也是看起来很复古，其实里面也是 LED 的一个灯珠，给它点亮看一下。
也是一个看起来很复古啊，但其实里面是一个 TFT 的一个全彩液晶仪表啊，是一个很科技的一个仪表盘。所以春风就很喜欢，就是它在大的方面拿样的方面啊，像这个后视镜啊这些啊，它看起来都是很复古的，但是其实很多用技术可以迭代的地方，它就给你换了新的东西，包括像这个倒置前叉啊，这个倒置前叉支撑很不错啊，但是呢，因为倒置前叉它不够范儿，所以它在前面加了一个罩子啊，把银色这个地方挡住，让这个车乍一看看上去啊，很像是一个正立式前叉，很粗壮的那种啊，但是其实并不是。你远远的看过去啊，它像这些地方都是用的这种金属 CNC 切削的这种工艺啊，感觉上就像是一个条幅轮的一个轮毂啊，就很有这种复古的气息。但是呢，你实际一看啊，它是一个铝合金的。然后呢，这边油箱啊，它整体的这种漆面啊，这些都是做在漆里面的，非常不错啊。整个光泽度大家看一下，这种反光这种金属漆啊，非常漂亮。它的刹车灯和转向灯是集成在一起的，所以你从后面看是没有单独的刹车灯的。外面红的这一圈就是刹车灯，中间转向灯啊黄色的，你点亮它会闪。然后呢，后面这个地方是一个单边双出的排气啊。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后市场可以有那种改装件，给它做双边双出镀铬排气啊，那么可能它的英伦范儿又会更足一些。这个是整体的一个车架和发动机，我觉得这个不用再过多介绍，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就是主车架和发动机和那个450 SR、450 NK 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车其实它的整体它的核心是一个运动基调的啊，只不过它后面的就是后面的那个避震器连杆，还有它后面副车架这些地方做了一个巡航适配性的一个调教，但是啊，并不影响这个车它的整体操控底子非常好啊，这个咱们骑起来具体说。这台春风450 CLC AMT 骑起来的感觉呢，我觉得可以重点分为2个部分来说，一部分呢就是这个 AMT 变速箱和别家的 AMT 或者 CVT 对比起来到底怎么样。这个部分呢，我们重点说啊。另外一部分就是它的驾控和舒适性啊，这方面其实和常规的手动换挡版本差不多。但是呢，因为很多朋友是第一次了解这个车型，所以呢，这方面我们也还是简单聊一下。首先是它的 AMT 和 CVT 这2个怎么选。AMT 本质上呢是一个基于手动变速箱增加一个外挂电脑，通过检测你的油门开度和转速进行档位匹配的一个东西。优点呢是拥有极高的传动效率，成本也不高，很适合在中小排量入门级车型上装配。缺点呢就是对于厂家的调校要求比较高啊，如果你调得不好，那就容易有顿挫、换挡迟钝、动力间隔大等等的问题。而 CVT 呢，你可以直接理解为踏板变速箱就行。优点呢就是它没有档位，所以也没有顿挫，动力衔接也非常的顺畅丝滑。但是呢，传动效率不高啊，动力损失很大，而且往往呢油耗也比较高，特别是因为它跟踏板结构一样啊，皮带是比较吃保养的。那么如果你的皮带断了，那车就趴窝了。春风的这台 AMT 呢，在宣传的时候重点讲了换挡快啊，确实比起其他家我骑过的啊那些 AMT 车型，春风这台车的换挡速度的确是明显要快上一些，非常的干脆利落。虽然说因为变速箱结构的原因，你还是能感觉到在这个换挡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有动力中断和档位挂入的这种感觉啊，但是那个只是一瞬间啊，这一点呢已经非常接近一个骑摩托车的老手他手动换挡的一个速度了。对于新手来说呢，肯定是重大利好，因为很多新手确实连换挡都换不明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变速箱升档和降档的逻辑，它总共是有手动、自动、运动3个模式。在手动模式下，你需要手动挂入1档，车才会走。它并不是像踏板车那种啊，在空档的时候你原地给油啊，车是不会动的。而跑起来以后呢，你升档也不是说你想升到几档就升到几档啊，也要配合转速的。比如说你3000转左右，那么你的最高档位就是3档，你要挂到4档是挂不上去的，除非说你持续的把转速提升到4000转以上啊，你才可以挂进去4档。但是如果说你的转速过低，比如说你3档3000转突然收油门刹车，转速掉到了1000多啊，那么你的档位就会自动降到1档，以保证你有足够的扭矩让你重新起步。我觉得这个逻辑本身没什么问题啊，就照顾新手嘛。而 D 档和 S 档这俩本质上都是自动挡啊，就是你挂进1档跑起来以后啊，都会检测转速和油门的这个开度啊，它自动升档或者降档。但是呢，对于这2个换挡的地方啊，控制逻辑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在低档模式下，整个油离配合会比较温柔，也就是说它换挡的冲击和顿挫会更小一些。而转速呢，也会在3000转左右呢，它就进行一个升档了，整体呢都是比较舒服的一个调法啊，比较顺畅。而你挂到 S 档以后，
它的变速箱会允许你把转速一直拉到4500以上，它再去升档。也就是说呢，你会拥有更高的一个转速区间来获得更好的一个动力体验。但是缺点呢，就是相比一些低档，它的换挡的冲击，就是那一瞬间的顿挫，它的那一下啊会更明显一些。但是呢，它换挡的间隔也会更小啊，也就是说换挡的速度也会更快。你是想驾驶的更激情一点，还是想平平淡淡才是真啊？这个就看你的驾驶习惯了。不过呢，这个地方我要提一点啊，这个车或者说是所有的 AMT 车型，在一档的时候，就是你收油，那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发动机制动，以及就是在给油动力衔接的那一瞬间啊，它会有一个顿挫啊。这个是由于 AMT 变速箱本身就是基于手动变速箱结构演化而来导致的。春风的解决办法呢，是尽可能的把油离配合以及换挡的效率都提得很快，让这个过程尽量的缩短。确实呢，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得益于这台发动机本身就不错的震动控制，所以呢，横向对比起其他家的 AMT， 这台车确实感觉上啊是要舒服顺畅一些。最后呢，就是这个车的操控啊，这个大家就直接理解为啊，这是一台巡航造型的街车就可以了。操控非常的顺畅，非常的好骑，变道呢，甚至你下点角度过弯啊，车身都非常听话。避震器呢是那种比较硬朗的设定啊，可以牢牢的抓住地面。虽然说不如运动车型那么的激进，但是呢依然是强过绝大部分的巡航车型，甚至是一些复古街车。但是啊，这个也导致了这个车过颠簸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明显的感觉到地面传来的起伏。舒适性方面呢，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我的建议呢是更换一个更好的后避震器来改善这一点。最后总结一下，我可以说这台春风的450 CLC AMT 是目前你能买到的自动挡巡航车里面最为运动的一台车啊。一方面呢是本身它就有不错的车辆操控调教以及优秀的发动机运行品质，另外一方面呢也得益于这个变速箱的换挡逻辑啊，它有 S 档，它保留了一定的运动性，那么换挡过程呢也算是干净利落啊。所以如果你想买一台巡航车啊，但是呢你又追求一些操控或者说是驾驶方面的乐趣的新手，我觉得这台车呢你可以去试驾体验一下。